还有一个刚刚一开始练那个莲花步，我看老师你自己示范给我们看，你的后腿都会收起来，所以他就是不能这样子。你一开始你可以啊，一开始可以，一开始你要把它做对嘛。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如果它收起来，那个张力就没有。收起来是因为我让那个拧转镜走啊。OK。我不收起来到这边，我是要你把这个动作做好。你看这是不是一个拧？对。你把这个拧做满了嘛？对。把这个拧做满了，满了以后把这个拧一放，它就收了。对。可是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的时候，你常常会什么？你常常会到这边就没有了，你不会把它做满。因为我是看你那个脚一路后面的对呀，已经对，那个是在后面的阶段嘛，就你在空中就可以把这个拧做出来了，你自然就跟着那个拧走了。所以对，所以不要学动作，要学力量，要学力量。你在这个阶段把拧劲，你看。把这个劲做出来了，你自然感觉到这个腿想要往前收，然后当他顺着这个劲往前收的时候，他会收到哪去？他自然到这边来嘛，你就不会有这个嘛，你不会有这个，你会走到这边来，表示你那个宁静它没有做满。你说你的后腿离开那个线吗？对你走你如果走到这边来，或者走这样子，你或者走到这边来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这个宁静它没有完成嘛？你看你的宁静完成了以后，我完成了以后，他腿自然是这样的，我的身体它自然是这样子嘛。那你如果要做比较直的线呢？假设你的线没有那么弧的，也是可以吧？力量。那你可以示范你可以示范。你不懂。我就是如果你不要做那么大的 S， 如果你要做比较，一切决定于力量。你还不懂力量，你才会问这个问题。你要走直的，你要走什么？是你给身体什么样的力量？不是动作。晓得吗？那动作是跟着力量走。那力量要怎么样？你动作会比较？我讲半天都在讲这个啊，你还在问这个。不好意思。你给身体什么力量，身体就怎么动嘛。我给身体这种力量，身体当然是这样走啊。因为我给他这个力量嘛，我给身体这个力量，它自然是这样走啊。这样不懂？我给身体这个力量，它当然是这样走啊。我给身体这个力量啊，力量，你改变力量就改变了姿势，改变了行动了。力量是什么？力量，就是一个。就是张力啊，我不知道那个。力量一定有一个方向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啊，所以你的力量，不同的力量有不同的方向性嘛，有不同的方向性，你的身体就会带出来不一样的姿态嘛。但是这样不懂？我们练的那个莲花步就是有很明显的就是一个膝盖贴另外一个膝盖，所以他画这个 S 嘛。他膝盖贴膝盖也是果啊，不是因啊。是你说是 result not cause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拧转嘛。对。因为拧转嘛，跟着拧转镜，它一定是贴膝盖啊，因为它拧转在这个地方啊，它这边跟着拧转过来，它一定是贴膝盖嘛。你不是故意去贴膝盖啊？那你走到这边，你故意去贴膝盖，你的拧转还是没有嘛？所以我说要去体会力量。八卦所有的动作
跟前提都是先有力量才有动作，动作是力量的结果，晓得吗？不是原因，不是像一般的拳，我有姿势了，然后我由姿势产生出力量，不是。八卦拳不是这个，八卦拳是先有力量，先有力量走了，我的力量产生出动作，听不懂？基本功也是吗？你先去找力量，你找不到力量，我跟你们讲哈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力量，什么是叫做先有力量才有动作，这种问题啊，永远不会完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懂，越练到后面，你越不懂，你越不懂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。你把每一个转动都当成是一个直线力做，都当成是一个直线力做，你永远不会懂的。所以你要从这个当中去找什么叫做力量在前面，什么叫做先有力量。我跟你们讲，玩刀势要出来嘛，势在前面嘛，那个势就是一个力量啊，力量在动作的前面，而不是动作产生力量。你们把脚踩稳了去挥那个刀，是动作产生力量，这样不懂啊？但是还是不懂？好，没关系啊，我回家想一想。你有没有懂？这不是想，你要能够做出来，你才会懂。啊，对。我示范这个动作，你能够做得出来，你就会懂。你永远是这个，你想破头也不会懂。你去找力学，你去找几何，你去找任何东西，你把它想明白了，你还是不会懂，因为你没有做出来。听不懂？力量在前面，动作在后面，你有没有懂？这个到底是懂还是没懂？懂了，很难做不到，但是那就是没懂嘛。这种东西没有这个，你懂就是懂，你懂你就会做出来。我一看就知道你懂了。你再懂，听得再多，你再理论讲得再好，我看你一做，你没做出来，你就是还没懂。武术这个东西是要身体懂，这样晓得吗？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好几老同学，我跟你们讲不到10-20年了。力量在动作的前面，你们还是没有懂。啊，这个不懂，你就到这边了。你练多少拳，你练什么门派的拳，你再怎么练，你都是到这边了，没有了。你只有懂得力量在前面，动作在后面，你的进才会一直在进，你才会吃得到中国传统武术的那个趣味，它的深入是在哪？是在哪里？晓得吗？一切都是力量在主导，不是动作在主导。啊，你们先放到头脑里面去，你们听了也不见得会懂。所有的都是力量在主导，听不懂？所以所有那些大金融家、商业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都是先创造力量，先创造一个力量出来，这叫什么？叫做带风向。一开始一定是带风向，风向是什么？风向是一个力量，有方向性的力量。一开始的带风向可能是一点，可是慢慢带风向就变大了，那个势就出来了，然后后面就产生什么？它一定是先带风向嘛，然后慢慢人多了以后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诉求出来了，变成一个群众运动。群众出来了，后面一个诉求变成一个什么政治的或者什么的，都出来了嘛。
就力量带出来后面所有的动作。他前面不培养这个力量，后面的动作就出不来，或者出来的动作马上就死了。你要知道，所有的事情完成都是这个程序，所以真正懂的人，他是知道怎么去创造这个力量，引导动作的这个力量，晓得吗？这个你们要去把它吃透啊。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没了。好，新年快乐啊！好，叶老师，好。